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Scott Page 的模型思维。作为密歇根大学研究复杂系统的教授， Scott Page 长期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他凭借在社会科学和复杂系统领域的深入研究，经常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 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大型机构提供决策咨询，帮助管理层在快速波动的环境中识别潜在风险。这部著作是一本重构我们思考框架的实践指南。它详细阐述了如何在高度互联且充满变量的现代社会，告别单一维度的直觉依赖，通过搭建由多元模型构成的思维网格来做出高质量的决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市场以及大众社会行为，任何单独的经验或单一维度的旧理论都会让组织陷入不可避免的认知盲区。本书通过扎实的研究，展示了将不同学科的经典模型整合，让它们相互对冲与纠错的智慧。在投资中，为什么只依赖某一套固定的经验或单一的财务指标，往往会让我们踩空？怎样才能把不同领域的逻辑组合起来，给自己的每一次判断加上一道数学上的保险？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去看看如何用多模型思维应对现实中那些复杂的变量。在现代商业与金融环境中，决策者面临的最大困境不再是缺乏数据，而是被过载的信号所淹没。每天有海量的股票报价、消费记录、供应链波动指标呈现在屏幕上。然而，拥有庞大的数据库绝不意味着掌握了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理解人类处理外在世界时的认知转化链路。这条链路被称为智慧层次结构 The DIKW Hierarchy， 它清晰地将人类的认知划分为4个递进层级。最底层是数据 Data， 数据是缺乏上下文的原始事实，比如一家上市公司的季度营收数字，或者某项产品今天的点击量。这些孤立的数字本身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它们只是记录了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紧接着，当我们对数据进行整理、归类和统计后，就得到了信息 information。 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柱状图、趋势线以及各种财务比率。信息为原本散乱的数据提供了结构和关联，它能告诉我们一家公司的利润率在过去5年里是上升还是下降的。很多时候，人们会把获取信息误认为是拥有了认知优势，但信息只能描述现象，无法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要想看透事物运转的内在机制，就必须跨越到第3个层级，也就是知识 knowledge。 这是理解复杂世界的关键分水岭，而知识的载体正是模型。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刻意简化，它通过设定特定的变量和逻辑关系，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因果机制。比如，仅仅知道一家公司的利润率很高，并不能指导投资，只有通过护城河模型或者贴现现金流模型去推演这种高利润率是否具备可持续的竞争屏障，我们才能明白利润背后的成因。位于认知链路最顶端的是智慧 wisdom。 智慧不是掌握了某一个万能的完美公式，而是具备一种高级的识别与调度能力。现实世界错综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模型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而智慧就是在面临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市场环境时，准确地判断出当前应该调用哪种知识模型，以及知道哪些模型的适用边界在哪里。从海量的数据中提炼出信息，用模型将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最后通过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模型来形成智慧。这就是在复杂世界中进行决策的完整底座。当我们明确了模型是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倾向是去寻找一个更可靠、更强大的单一模型，并用它来解释所有的问题。然而，
在面对高度互联且充满非线性变化的社会与经济系统时，依赖单一逻辑往往会带来严重误判。为了检验不同思维方式在预测未来时的真实胜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Philip Tallock 教授在20年时间里追踪了284位活跃在经济、政治领域的资深专家，收集了他们做出的总计28000项关于未来的预测。最终结果表明，在面对长期和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时，那些依靠单一宏大理论进行推导的专家群体，其预测的准确率不仅低于简单的外推算法，甚至比不上随机制飞镖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被清晰地划分为2类：刺猬与狐狸。这种分类源自古希腊的谚语。刺猬型思考者知道一件大事，他们掌握着某个单一且复杂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个框架生硬地套用在任何问题上。如果他是一位坚信行为金融学的刺猬，那么他眼中的每一次市场波动都是人类认知偏差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位自由市场学派的刺猬，那么他会将所有的经济停滞都归结为干预过多。刺猬的思维是单向且封闭的，当现实偏离他们的模型时，他们往往不会修改模型，而是固执地认为市场犯了错。与之相反的是狐狸型思考者。狐狸知道很多小事，他们不迷信任何单一的宏大理论。面对一个商业局势，他们会同时调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供需模型去评估价格，调用社会学中的网络扩散模型去评估传播路径，并运用心理学模型去考量消费者行为。多模型思维 Many Model Thinking 本质上就是典型的狐狸策略。每一个单独的模型就像是一盏聚光灯，它只能照亮舞台上的某一个特定区域，而将其余部分留在黑暗的盲区中。单一模型的优雅与自洽，往往是以牺牲对现实复杂性的包容为代价的。只有将多盏位于不同角度、带有不同光谱的聚光灯组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多元的认知网格，我们才能看清舞台上那些被单一视角遗漏的陷阱。提倡收集多个不同视角的模型，听起来像是一种折中的哲学观点，但在科学决策的维度上，多模型框架之所以能够战胜单一专家，并不是基于主观的偏好，而是建立在一个被称为多样性预测定理 The Diversity Prediction Theorem 之上。所谓多样性预测定理，就是指群体误差等于平均误差减去多样性。当我们把多个不同的模型或者个体的判断组合在一起时，这个集合的整体准确度不仅取决于每个单独模型自身的准确度，更取决于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多样性能够直接抵消和削减系统性误差，这种机制在现实中有着非常直观的印证。1906年，统计学家 Francis Galton 在英国普利茅斯的一个乡村集市上进行了一项经典的观察。当时集市上举办了一场猜重量比赛，一共有787位参与者花钱购买了选票，来猜测一头公牛宰杀后的净重。这787人中，既有经验丰富的屠夫和农场主，也有完全不懂牲畜的普通市民。如果按照专家崇拜的逻辑，那些普通市民的粗糙猜测只会拉低整体的准确度。然而，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那头公牛的实际净重是1198磅，而所有787张选票的平均猜测值精准地落在了1197磅，仅仅只有1磅的误差。这个由多元人群组成的群体模型，其准确度击败了现场任何一位顶尖的牲畜估重专家。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多样性带来了误差的相互抵消。在这个群体中，有的人使用的判断模型偏向于高估，有的人使用的判断模型偏向于低估。当我们将这些视角各异，甚至本身存在一定缺陷的模型组合在一起时，那些相反方向的盲区和偏见就会相互削弱，最终剩下的就是逼近真实的客观信号。这也是当今机器学习领域中随机森林算法的重要机制。
构建一个由多个粗糙但相互独立的模型组成的集合，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往往比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万能模型更加可靠。在拥有了多元模型的思考工具后，面对复杂大环境的第一步行动是看清概率边界。在商业决策与日常管理中，许多重大的判断失误都源于用错误的规律去套用完全不同的现实。在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空间分布状态主要被划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分布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s）， 它刻画了一个由大量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随机因素共同作用的平庸世界。以人类的身高为例，如果在一间大厅里聚集了1万名来自不同地区的成年男子，他们的身高数据会呈现出接近对称的中型曲线。在这个系统中，均值具有决定性的代表意义。根据统计数据，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大约在178厘米左右，绝大多数人的身高都紧密围绕在这个数值上下浮动，标准差大约为 7.5 厘米。在这个大厅里，几乎找不到低于120厘米或者高于230厘米的人。即使世界上最高的人此时走入大厅，整体的平均身高也仅只会发生微弱变动。在正态分布的系统中，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随着偏离均值的距离呈指数级衰减，外部异常要素很难破坏系统的稳定性。然而，当转向商业、金融和网络社会时，世界立刻换了另一套规律，进入了由幂律分布 （Power Law Distributions） 主导的极端世界。幂律分布描述的是一个由于个体之间高度互联、存在自我强化而产生的非均衡状态。如果将大厅里那1万个人的身高数据换成他们的财富数据，整个概率分布将发生剧烈塌陷。在由幂律分布主导的系统中，均值变得毫无意义。少数1-2个特例所拥有的资产，可能占据了全人类资产总和的庞大比例，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则分布在一条漫长、近乎贴近地面的长尾巴上。这种现象在统计学中被称为肥尾效应 （fat tilts）， 意味着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直觉预测。拿城市人口的规模来说，很多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布就高度符合幂律特征。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往往是第2大城市的数倍，是第3大城市的数十倍。这种比例关系跨越了几个数量级。导致这种现象的核心动力是优先连接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机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滚雪球效应。一个城市由于早期的某种微小偶然优势聚集了第一批人口，这导致它拥有了更好的商业配套，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涌入。这种正反馈让强者更强。理解这2种分布的概率边界是避开商业陷阱的关键。正态分布往往存在于受到实体资源约束的系统中，比如工厂的日产量、汽车的油耗或者农作物的亩产量。而幂律分布则存在于虚拟、信息与金融网络之中，例如书籍的销量、网页的访问量以及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如果错误地使用正态分布的思维去评估一个具有幂律特征的投资市场，就会严重低估极端暴跌或暴涨的发生概率，从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重大的资产清算。看清了空间的概率分布后，我们还要将目光投向时间的跨度，基于马尔可夫模型 （Markov Models） 去观察系统在不同状态之间的流动与转化。这套模型建立在一个被称为无记忆性 （memorylessness） 的逻辑设定上，这意味着系统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所处的状态，仅仅取决于它当前所处的状态和给定的转移概率，而与它过去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历史路径没有关联。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历史的包袱和初始的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基于模型推导表明，在特定的闭环条件下，初始状态的影响力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迅速稀释。为了直观地理解这种长期统计平衡 （statistical equilibrium） 的收敛特征，
可以引入一个关于人口迁徙的具体数据模型。假设一个地区的总人口保持稳定，所有人只在城市和郊区这两个状态之间进行选择。每年有 10% 的城市居民选择搬迁到郊区，而与此同时，每年有 20% 的郊区居民选择搬回到城市。这两个百分比就是系统固定的状态转移概率。现在可以设定两种完全极端的初始场景。第一种场景下，假设最开始有100万人口，且100%全部居住在城市，郊区空无一人。第一年结束时，由于 10% 的人流出，城市剩下90万人，郊区有了10万人。到了第二年，郊区的10万人里有 20%， 也就是2万人搬回城市，而城市剩下的90万人里有 10%， 也就是9万人搬去郊区，净流动的状态在持续。第二种场景下，假设初始状态完全相反，这100万人最开始全部住在郊区，城市是一座空城。第一年结束时，会有20万人搬进城市。运算的结果是，无论选择哪一种不平等的初始场景，在经过数十次的流动循环之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最终都会无可挽回地收敛到同一个终局。城市人口精确的稳定在总人口的2/3，也就是大约666700人，而郊区人口精确的稳定在1/3，也就是大约333300人。一旦达到这个平衡点，从城市流出的人口数量与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将达成完全对等，系统不再发生宏观上的份额变化。这个模型为商业竞争和行业趋势的研判提供了新的启发。在评估两家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争夺时，与其把精力放在研究他们过去历史积攒的底蕴上，不如去深入透视他们当前的客户留存率与转化率。只要双方产品的用户转移概率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最终的市场份额其实就已经被悄然锁定。在长期周期的尺度下，短期的波动和历史的喧嚣只是表面沙子的流动，真正的基石注定会走向由转移概率决定的唯一终局。马尔可夫模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滑、渐进并最终走向稳定平衡的世界。然而，在现实中，大环境往往伴随着突然的转向、秩序的瞬间改变或者某种商业趋势的井喷式爆发。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非线性跃迁，需要通过临界点模型 （tipping point models） 来获得合理解释。临界点模型的存在，打破了人类大脑习惯于线性推导的思维本能。在线性思维中，投入和产出总是成正比的，2倍的投入带来2倍的效果。但在一个由大量个体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中，当某种行为或信息的扩散累积到一个特定的阈值时，系统会发生属性上的巨大改变。这个跨越的起点就是临界点。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集体行为模型。想象一个广场上聚集了100名正在对峙的聚集人群，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关于是否加入某场行动的心理阈值。这个阈值的大小取决于周围已经有多少人参与了行动。在理想的状态下，假设这100个人的阈值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等差数列。1号煽动者的阈值为0，意味着他不需要任何人带头就会率先开始行动。2号人员的阈值为1，意味着只要看到有一个人行动，他就会立刻跟随。3号人员的阈值为2，以此类推，一直到第100个人，他的阈值是99，意味着只有当前面99人都行动时，他才会加入。当这个骨牌链条启动时，1号行动，触发阈值为1的2号，2号的加入满足了3号的条件，整个系统会发生连锁反应，最终100个人全部卷入其中。这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群体动员过程。然而，这个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展现了高敏感度的非线性脆弱。现在对这群人的微观结构做出一丁点微小的改变，假设将2号人员的心理阈值从1提高到2，其余所有人的阈值保持完全不变。
这时再次启动系统，1号率先行动，但他转过头时，发现周围没有任何人的阈值是1，因为现在剩下的人里阈值最小的也是2，他们需要至少2个人带头。由于缺乏关键的中间桥梁，连锁反应在第一步就戛然而止，广场很快恢复了平静。仅仅改变了1个人的微观心理阈值，宏观的结果就从全员参与变为孤掌难鸣。这个具体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宏观层面的巨大改变往往并不需要寻找宏大的背景原因。在商业营销、技术扩散以及资本市场的风向转变中，微小的个体倾向改变一旦精确地触发了临界点，就会通过正反馈机制迅速放大。认清临界点的触发边界，能让我们在趋势爆发前保持对任何微小扰动的警惕。当系统在一个临界点上发生非线性的跃迁之后，如果我们将视线从时间的演变转向空间的分布，去观察大量个体在现实或社会空间中的相互作用时，会发现另一种反直觉的现象。为了理解微观个体的行为是如何汇聚成宏观层面的巨大结果的，我们需要引入著名的谢林隔离模型 Shelling's Segregation Model。 这个模型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homas Schelling 提出，他用一个规则基础的棋盘演练揭示了复杂系统中被称为凸现 emergence 的现象。想象一个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上面随机摆满了代表2类不同人群的硬币，比如1角银币和1分铜币。棋盘上还留有一些空着的格子，代表可供搬迁的空地。在这个模型中，赋予每一枚硬币一个微观层面的心理动机，他们对周围的邻居具有相当高的包容度。假设每一枚硬币只要求自己周围的8个邻居中，至少有1/3与自己是同类。也就是说，一枚银币完全可以接受自己周围有5个铜币和3个银币。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它就安静地待在原地；如果不满足，它就会搬迁到棋盘上最近的一个空位上去。看上去，既然每个人都如此包容，完全能够接受成为社区中的少数派，那么整个棋盘最终的状态应该是一个高度混合、银币和铜币均匀交织的融合社区。然而，当真正开始按照这个规则移动硬币时，连锁反应发生了。一枚硬币为了满足自己那微小的1/3同类需求而搬走，往往会改变它原来所在区域和新搬入区域的邻居比例。这种移动会触发原本处于满意状态的邻居变得不满意，进而迫使他们也开始搬家。随着移动的持续进行，整个系统最终会静止下来。但此时棋盘上的宏观格局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银币和铜币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巨大聚居区，不同人群之间的隔离度往往高达70%甚至80%以上。一个由高度包容的微观个体组成的群体，仅仅因为在空间上的简单互动，最终演化出了一个高度隔离的宏观结果。这个演化过程直观地反映了宏观的模式往往并不能反映微观的动机。在现实的商业与社会分析中，当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分割的消费市场或者壁垒森严的职场圈子时，习惯性的思维会去寻找某种排斥力或者明显的歧视性政策。但谢林隔离模型证明，仅仅是微小的同质性偏好，在空间互动的放大下，就足以产生巨大的结构性隔离。因此，永远不要用个体的微观意图去直接推导群体的宏观行为。谢林隔离模型建立在一个整齐划一的网格基础之上，每个个体只与紧挨着自己的邻居发生互动。但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金融市场以及信息传播中，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并不是规整的网格，而是错综复杂的拓扑结构。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网络模型 （network models） 来描绘这种复杂的关联架构。在网络模型中，任何系统都可以被抽象为2个基本元素：节点 （nodes） 和边 （edges）。节点代表系统中的独立个体，比如一个人，
一家银行或者一个网页，而边则代表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资金的借贷、社交的关注或者道路连接。为了准确衡量一个网络的状态，我们需要关注几个关键的量化指标。首先是度 degree， 它指的是一个节点拥有多少条连接的边。其次是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 它衡量的是你的朋友们之间互相也是朋友的概率。高聚类系数意味着网络中存在大量紧密抱团的小圈子。在这些指标之上，最具战略价值的概念是中心性 centrality。 在复杂的网络中，并非所有节点都是平等的。有些节点虽然自身的绝对体量不大，本领有限，但它们占据了网络中信息或资金流动的必经之路。这种位置优势赋予了它们巨大的影响力。理解网络模型的拓扑结构，是看透许多反直觉现象的关键。比如著名的友谊悖论，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朋友拥有的朋友数量，平均来说比你拥有的朋友数量要多。这并非心理学错觉，而是单纯的数学网络规律。因为那些拥有高连接度的社交中心节点，会出现在许多人的朋友圈里，从而拉高了平均数值。将这种网络结构应用到金融系统或供应链管理中，能够精准定位系统的脆弱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许多风险评估体系将各家银行视为相互独立的节点，仅仅依靠他们各自的资产负债表来衡量风险。然而，真实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存在少量高中心性节点的核心边缘网络。当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普通节点发生违约时，系统能够轻易吸收损失，但当危机蔓延到一个拥有大量边的中心节点时，风险就会沿着网络边缘瞬间传导至整个系统，绕过所有传统的防火墙。因此，在评估一家企业或一项资产的真实价值与潜在风险时，仅仅审查其内部的财务健康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置于行业网络之中，考察其连接的度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中心性。占据了高中心性位置的节点，即使自身业务表现平平，也能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获得超额的市场红利和资源调配能力。网络中的节点互动一旦启动，就会在时间轴上不断向前推进。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中，人们往往认为市场具有一种自我纠错和择优的机制，在一场长期的商业竞争中，技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产品最终一定会胜出。然而，当我们审视商业史的真实进程时，会发现结果常常事与愿违。这背后的运作机制被称为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揭示了一个违背优胜劣汰常识的规律：系统最终演化出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或效率最优的，而是高度受制于早期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早期的微小选择一旦确立，就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巨大的惯性，最终将整个系统牢牢锁定。最经典的案例是我们今天每天都在使用的标准计算机键盘，也就是 QWERTY 键盘布局。这种字母排列方式最初是由 Christopher Scholz 在19世纪70年代为早期的机械打字机设计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打字员输入速度过快，相邻的机械连杆就很容易互相卡住。为了解决这个物理故障， Christopher Scholz 刻意将常用字母对分开，设计出了这种实际上会降低打字速度的键盘布局。随着时间推移，打字机的机械构造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进，卡键问题早已不复存在。1932年，一种名为 Dvorak 布局的新型键盘被发明出来，它将最常用的字母集中在中排，大幅度缩短了手指的移动距离，经测试能显著提高打字效率并降低疲劳。但这种明显更优的技术却在商业推广中遭遇了全面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路径依赖过程中的正反馈与高昂的转换成本。在早期的打字机市场上，当一部分人习惯了 QWERTY 布局后，
打字学校开始专门教授这种指法，雇主在招聘时也优先寻找熟悉这种键盘的打字员，而键盘制造商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继续大量生产这种布局的产品。这种正反馈循环使得使用 QWERTY 键盘的人数不断膨胀。当更高效的新技术出现时，整个社会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转换成本。重新培训数以千万计的打字员，更换所有的硬件设备，其代价远远超过了新键盘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此时，系统已经进入了锁定 lock-in 状态，一种诞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低效设计，借助时间的力量，长期延续在人类的指尖。这种机制在操作系统竞争、软件标准确立以及投资赛道选择中反复上演。在评估相互竞争的商业平台或技术标准时，优越的技术指标往往不是决胜的关键。那些能够在发展初期迅速积累用户基数，引发正反馈循环，并不断提高用户转换成本的企业，将借助路径依赖的惯性，形成很难被动摇的商业壁垒。历史往往是由早期建立其锁定机制的参与者书写的，而不是由技术最优的人书写的。模型思维是一本帮我们跨越信息噪音、建立结构化视角的认知指南。它向我们展示了多元思维的量化价值。在这套逻辑中，世界不再是散落的随机事件，而是由正态与幂律分布划定的概率边界，是由马尔可夫模型锁定的长期均衡，更是由网络拓扑与路径依赖共同交织出的动态演进。它教给我们的不是生搬硬套某个具体的公式，而是通过模型的对冲与联合，在充满变数的环境中识别盲区。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